三地沟人在纽约。有人说，如果你没有去过纽约，就不算一个真正的美国人。圣地亚哥俗称三地沟，我来了10年，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于2022年3月访问纽约，我舅母一家的所在地。一下飞机，在穿梭地铁上见到一家犹太人，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，男人戴着黑色礼帽，留着小长辫，3个孩子穿着同一系列的格子服装，一家人脸色苍白，很安静地待在车厢的尾部，非常与众不同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传统的犹太人。3月份的纽约，春寒料峭，要穿大衣。朋友开着租来的车，我用手机给他导航。进入都市，高楼鳞次栉比，道路纷繁复杂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已是傍晚时分，我们就像乡下人进城，心情特别紧张，生怕走错路。朋友的舅妈住在一栋3层的尖顶小洋房里，地面阁楼加地下室。来到这里，我才明白电影《北京人在纽约》所描述的地下室的样子。我来美国之前，我妈特别担心我会住进地下室，可是我所在的三地沟根本就没有地下室，而这里的地下室非常好，温暖湿润，有通风设施，植物长得绿油油的。这部电影把所有国人都给带跑偏了。阁楼很矮，屋顶没有做防护措施，朋友每次起床都撞头，真可怜。纽约地铁是世界上最老的地铁之一，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。坑道里非常老旧，黑暗。我来前不久的1月份刚发生一起恶性事件，一位黑人将一华人女子踢下坑道，导致她被行进的列车撞死。纽约的黑人牛高马大，皮肤黝黑，挺吓人的，和我以前见过的完全不同。朋友的舅舅交代我们，在地铁里不要靠近坑道站立，我胆战心惊，四周环顾，不自觉地紧贴着墙壁。话说，华人在海外似乎是一个不受待见的群体，这可能和华人在母国形成的生活陋习有关，比如爱贪小便宜、不守规矩、说话嗓门特别大等等。华人移民到海外，其实是一个不断脱去陋习，逐渐向文明进化的过程。我刚来的时候，经常被误认为韩国人、越南人，近年常常被误认为日本人，我倒是开心，因为日本人代表着素质高、有教养。舅妈是我的指路人，当初我就是听了她的话来美国的。舅妈一家住在皇后区的一栋公寓里，虽说只有1房1厅，但面积比国内的3房1厅还大，没有地下室，但有阁楼。来了之后，各自忙自己的生活。上次在广州见面，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。舅舅买了大螃蟹招待我，久别重逢，大家有着聊不完的话题，述说着各自的生活经历和感受，特别亲切。小区周围好多松鼠，环境很像哈尔滨。法拉盛是华人占领区，舅妈在这里开了一间小店，这里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各种店铺琳琅满目，有广东著名的烧腊店，也有沙县小吃，比三地沟方便太多。小贩们傍晚出动，出售着各种仿制的名牌。我边吃边逛，仿佛斗转星移，回到了国内。自由女神像没有我想象中雄伟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从渡船上匆匆地瞄了几眼。站在911的遗址上，我清楚地记得2001年9月，我在广州的街边买了一份报纸，看着世贸着火的图片，惊万分。21年后，我竟站在这片土地上，不禁有些唏嘘。来到纽约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那里有太多的艺术宝藏，如果要认真看，即便花上1个月的时间也看不完。以前我对绘画没有什么兴趣，自从学习缝纫技术以后，审美观大大提高。这次来，我对梵高的画产生了深厚的兴趣。一个朋友说，有人看梵高的向日葵看哭了，我就不明白，这怎么就能看哭了呢？乍一听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反复思想却琢磨出一点味道来。梵高的画色彩浓烈，有着强烈的现实感，的确越看越有滋味，可惜能看懂的人不多。也许俞伯牙为钟子期摔琴就是这个缘故吧。梵高生前穷困潦倒，只卖出过1幅画，还是他表弟托朋友买的。死后多年，他的画才为大众所认知。他的经历让我认识到，如果你想成为艺术家，千万别指望活着时能出名，因为大众没有鉴赏力。我还爱上了日本中世纪的匿名画巨浪，这幅画也是越看越喜欢，在礼品店买了一条印有这画的真丝围巾，佩戴多年，
爱不释手。恰逢我英语班的一个老同学在纽约看望母亲，他在家里正闲得无聊，自告奋勇要带我去游玩。同学是纽约通，对文化历史有着一定的研究，有他做向导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他说来纽约一定要游布鲁克林大桥，这桥建于1875年，上层走人，中间走车，下层跑火车。他说这桥建立的时候，俄国10月革命还没开始呢。漫步在古老的桥头，遥望四周钢筋水泥的世界，俯瞰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流水，我感受着人类历史的沧桑。接下来我们在街上闲逛，经过一家卖包的小店，和店主闲聊起来，我夸赞他的包做得好，他说你等我一下，就进店里去了。我同学拉着我说快走，小心被他缠上。我说别急，等一下。结果店主出来，手上拿着一包礼品要送给我们，里面有2双袜子，一个肥皂。谢过店主以后，我同学一路无语，脸上露出了羞愧的神情。纽约的中央公园是美国许多电影和电视剧的取景点，我清晰的记得电影《小鬼当家》有个场景，那个黑夜里浑身站满了鸽子的女流浪汉，就是在中央公园拍的。公园外围是高耸入云的建筑，里面有热闹的溜冰场，各种奇特的建筑体现了现实与童话世界的完美结合。同学指着边上的建筑说，这里是纽约最昂贵的地段，一间厕所就值上百万，我不禁炸舌。中央公园太大了，靠2条腿一天也走不完。一个踩脚踏车的墨西哥人说，载我们游一圈，收费15刀，我们心想这也太便宜了吧，我不敢相信，特别强调到底是15还是50。他伸出手指比划着说1和5，我俩就上车了。那个车夫其实只带我们游了半个公园，下车的时候他说150刀，后面多了一个0。我知道遇到骗子了，我没理他，拿出20块钱给他，拔腿就走。我同学还在那里和他理论，看我走了，他也赶紧跟上。我问同学他会不会打人，我同学说他不敢，警察来了一定会找他的麻烦。几天当中，同学带我去看了 SOHO 的发源地、最高法院、川普宾馆、哥伦比亚电视广播公司的徽标所在地、动物标本店等等。具有100年历史文化底蕴的纽约，是一个包罗万象、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结合的城市。这里的人种和文化的多样性让人见怪不怪，有着太多值得看的地方。这次来只待了1周时间，很多景点都是走马观花。每天除了坐地铁、巴士，还要迈开双腿，平均每天2万步，把腿都走细了，依然只看了个9牛之1毛。下次来，应该还会去大都会、中央公园深度游。不过，我还是可以吹嘘自己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美国人。